风韵犹存的富婆不小心将饮料打湿衣服，然后她请前来应聘工作的小伙帮她解一下衣服。富婆转过身来，她对小伙说：“自从上次看到小伙，她就对小伙日思夜想，念念不忘。”看着风韵犹存的富婆，小伙狠狠咽下口水，随后两人便开始更深入的交流。其实小伙很困难，就在前几天，一个女生主动约小伙出去喝一杯，然而小伙只能借口拒绝，因为小伙空空如也的钱包，他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允许。小伙的家庭并不富裕，于是他便来富婆这里找工作。像这种情况，在这个小村庄也不太稀奇。村里有很多单身富婆，她们都喜欢把自己收拾得光鲜亮丽。有需要的时候，她们经常叫年轻的大学生来家打理花园。身体素质较好的大学生成了香饽饽。不久前，为了上学方便，小伙一家住进这个村庄。刚到这里，一个热心的富婆便主动登门造访。孤单已久的富婆看到小伙就觉得小伙非常不错。闲聊中，小伙母亲说自家条件不太好，供养孩子到这里上学其实很困难。富婆说，其实小伙在这里上学可以做兼职工作，自己赚钱养活自己。小伙听到后对工作很好奇，更是对这个风韵犹存的热心富婆产生一种莫名的好感。隔天在学校里，小伙便向同学打听兼职工作的情况。同学告诉小伙，给富婆们做兼职其实很不错，工作不累，富婆们出手都很大方，并告诉小伙想做兼职可以联系富婆。于是小伙便来到富婆家，富婆依然很热情。小伙看着风韵犹存的富婆觉得很不错，富婆主动跟他聊起了兼职打理花园的工作，更是不经意的邀请小伙喝起香槟。小伙说自己以前没做过兼职，担心能不能做好。富婆摸了摸小伙的手臂，说小伙这么强壮，这点体力活绝对没问题。越聊越投机的两人不知不觉多喝了几杯。富婆不小心弄湿衣服，她想试试小伙什么反应。当小伙帮忙解衣服后，富婆知道小伙并不反感自己，便表露了自己的心迹。而小伙自从上次和富婆见面，就觉得富婆很不错，而且他需要这份工作。随后两人就换了地方继续深入交流。交流完，小伙说该去打理花园了，不料富婆却说花园已经打理。富婆对小伙积极的工作态度很满意。富婆说自己的花园几天打理一次就可以，如果小伙愿意每天工作，她可以介绍小伙去另外一个闺蜜家，她家花园已经好久没有打理。第二天，小伙就来到富婆闺蜜家，却发现一些不一样的情况。看着这个没穿内衣的富婆，小伙感觉有些诧异。他本来是来帮富婆打理花园的。富婆看着8块腹肌的小伙，却对他说 My husband's out of town, as usual. 甚至直接想检验一下小伙的腹肌。小伙很害怕，随后便慌忙逃离这里。富婆一脸失望。小伙刚来住进这个满是富婆的村庄，就得到富婆雅美的青睐。小伙对雅美也很有好感，两人便很快走到一起。年轻的小伙本以为雅美喜欢自己，没想到雅美却将小伙介绍给闺蜜。小伙很生气，自己的真心竟然错付给富婆。小伙质问富婆到底怎么回事，富婆却指责小伙没给闺蜜打理花园，便拍屁股走人，而这导致自己受到闺蜜的指责。雅美直接告诉小伙，小镇的富婆她们不仅仅只是需要打理花园，她们更渴求一种陪伴。年轻的小伙哪里懂得这种套路，当即提出不要再干这种见不得光的兼职。然而一天，小伙在学校的更衣室莫名其妙地受到一名男子的威胁，他说你必须继续工作，不然小命不保。小伙虽然很气愤，但是对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感觉非常恐惧。他又回到富婆那里，跟雅美道歉，并且表示愿意继续工作。随后雅美便又重新给他安排工作。小伙虽有不情愿，但也害怕威胁。雅美随即将他安排另外一个闺蜜，这个闺蜜要求非常高，但价格也很好。他要是小伙能不能做到？然而小伙却出色的完成任务，并且将佣金乖乖交给雅美。雅美很满意，觉得这小伙是个可塑之才。由于小伙对要求很高的雅美闺蜜都服务得很满意，雅美又把小伙重新介绍给最初的闺蜜，因为那位闺蜜的花园真的很久没有人去打理。小伙又去到最初那位闺蜜家里，这次她表现得很好。然而正当两人深入交流时，那位闺蜜的丈夫突然回来。这个没穿底裤的富婆太会玩了，半夜3更叫年轻帅小伙到家里谈心。正当两人准备深入交流，富婆的丈夫却突然回来。听到开门声，小伙吓傻了。还好老富婆有经验，马上叫小伙进入衣柜躲藏，自己则随手拿起床头的《三国演义》，假装认真研读起来。老头进房间后并没有发现异常，放下手枪，脱掉衣服，两个老夫老妻准备亲热。这一切被小伙看在眼里，躲在衣柜的他大气都不敢出，如果被发现，那肯定命丧黄泉。富婆见丈夫进入状态，便示意小伙赶快走。还好衣柜门比较丝滑，不然嘎吱一声，小伙肯定完完。回到家里，小伙忽然想起前不久他刚遇见一个小伙，那小伙也跟他一样喜欢帮老富婆们打理花园。然而没过几天，电视报道了那个小伙死亡的消息，小伙越想越害怕。第二天，他就来到雅美这里提出辞职。这个雅美可不简单，她喜欢物色年轻力壮的帅小伙，
介绍给村里的富婆们打理花园。凭借中间商的角色，他不仅见识过这些帅小伙能力，更是从中抽取用金赚得盆满钵满。眼见小伙提出辞职，雅美不干了，他不可能放弃这个优质资源，他先好言相劝。然而小伙本来是想兼职赚点零花钱，不曾想这工作充满风险，更是拖垮自己硬邦邦的身体。记得刚开学的时候，他还是学校的摔跤好手，然而才兼职打理花园1个月，竟然被刚入行的小角色轻易撂反。想到这些，小伙决定辞职不干。见小伙坚决要辞职，雅美转而进行言语威胁，并说要将小伙的事情捅给学校。然而一身正气的小伙心意已决，转身摔门而去，只留下雅美愣在原地。来到浴室，小伙不断冲刷自己，他想洗掉过往的一切。然而浴室的灯突然没电，一个小伙把他推到墙上，还掏出小刀对他威胁。小伙知道是雅美干的好事，悄悄潜入雅美家，准备偷雅美那充满犯罪记录的账簿。然而他刚出门，却被雅美发现，最终邪不胜正。在其他人的帮助下，他们干掉雅美这个害人精，小村庄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只可惜了那一片片荒废的花园。